我穿越古代，被贬为边塞校尉，却让修长城服徭役的人每天吃白粥和榨菜，更是让戍边将士顿顿吃红烧牛肉面。没想到匈奴单于听到消息，连夜主动要求被俘虏，要求吃白粥榨菜。于是我被迫接收10万俘虏，开疆千里，带着30万大军得胜回朝。没想到皇帝却听说我造反，不让我进京。我正想表示忠心，却没想到手下将士觉得天凉了，给我偷偷加了一件黄袍。大善人，要不你造个反吧？这白粥俺们大伙吃的不踏实。只因我刚穿越就被陷害，被贬边塞平凉卫当个小小的校尉。就在我以为要死定的时候，却绑定了最强物资保障系统。前3次抽奖就抽到了茯苓榨菜、极品大米和红花油。就在我失落之际，系统又表示可以无限数量投送到指定位置。我当即哈哈大笑。身边的家丁徐川以为我得了失心疯。我之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我穿越之前曾在某乎上看过一个帖子，上面有个话题在问：如果给古代服徭役的士兵只提供白粥榨菜，他们会不会反抗？绝大部分网友的回答都是不会。有淘气的网友回答道：只要白粥榨菜管饱，如果粥再稠点，榨菜里滴点香油，别说服徭役，就是让这些人把长城修到欧洲去，那些大头兵也没有半句怨言。甚至还有人说，如果当兵能有这待遇，那么不管是什么事，只要一声令下，手下人马上会去干。下一步就是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士兵们会直接杀入京都，将皇帝老儿都拉下马，把那龙椅搬给你坐。如果这都做不到的话，那手底下这群人白粥和榨菜吃的心里都没底。没想到自己刚穿越过来就能遇到这类似的系统，那未来的人生岂不是一帆风顺？虽然我没想过要当什么皇帝，但是屁股上传来的那阵阵的疼痛，让我开始想如何报复自己的顶头上司孙明和国士宁安。我一想到自己凭借系统将来能有数百万的虎狼之师，又乐得笑了起来。只是屁股上的疼痛感又把我拽回了现实。系统，快给我的怀里投放一瓶红花油，我屁股都快疼死了。下一秒，我的怀里凭空出现了一瓶红花油。许川，你且停下牛车。我对拉着牛车的徐川说道。徐川连忙用袖子擦干自己眼角的泪花，走到我身旁。大人，你是不是又饿了？说着，徐川又准备从怀里掏出那没吃完的黑饼，准备掰给我吃。我立马止住了徐川，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徐川啊，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帮我把这药给敷在屁股上的伤口上。徐川看着我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瓷瓶，感到疑惑。大人，你这是什么药啊？这是红花油，能够活血化瘀，治疗跌打损伤的。徐川接过我手中的这瓶红花油，心中只觉得奇怪。我连忙解释。徐川，你忘了吗？李家大人我当初在经营任职的时候，也是给手下弟兄做过不少好事的。这红花油就是那些老兵偷偷给我送来的，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让你帮我敷上，我便晕死过去了。徐川听到这番解释，才对自己手上的这瓶红花油放下心来。川连忙将牛车赶到大路的一侧，找了个地方停下，然后小心翼翼地揭开我屁股上的纱布。只见我的屁股上青一块紫一块，两半臀部上就没有一块好肉，最严重的地方甚至已经发黑流脓了。我不知道的是，其实早在孙明构陷我这个本体时，就已经安排了行刑官给他50军棍。这50军棍，即便是8尺高的军中汉子，也会被活生生的给打死。当然，孙明还是让行刑官稍微留了一些手，没有让我生死当场，还是让我硬生生的疼了几天，最后才死去的。而作为地球上双一流学院毕业的我，也是这个时候穿越过来。徐川看着自家大人屁股上那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势，不由得又掉下了眼泪，嘴里还在叫骂着那些天杀的狗官竟然残害忠良。我听到了徐川哽咽的话语，连忙宽慰。徐川啊，你别哭了，本官光着屁股躺在这里，很是不雅呀。你抓紧时间给我上药吧。徐川立马从包裹中拿出一条干净的毛巾，先将我屁股上的脓液给清理干净，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红花油给我上好。等我再次醒来时，发现徐川带着自己来到了一户乡下人家之中。徐川和老人家借宿的声音将我给吵醒了。这户人家家中只有一老一小2人，老者60多岁，但是日夜耕作辛勤劳累的老人家看上去却像是有70、80岁的模样，而家中的那小男孩却只有7、8岁大小。小男孩消瘦异常，手臂只有小竹竿那么粗，脸上是那种不健康的黄。从小生活在一个和平幸福富足国家的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面黄肌瘦。小男孩看牛车上的我醒过来，被吓得连忙跑到了爷爷的身后，抱着爷爷的裤腿警惕地打量着。老人家，我们不是坏人，我乃是平凉卫新任校尉，现在正要往平凉卫去上任，如今天色已晚，希望能在您这儿借宿一晚。老人家犹豫了一下。少年郎，刘老头我丑话说在前面，借宿那倒是可以，但你们的饭食，老头子我可不管。我微微点了点头。这个自然，我们只求有一地能够遮风挡雨即可，保障您能收留我们，我们已经是感激不尽了。刘老头听到我如此客气地和自己商量，于是手指着自家左边一间房屋。这是我儿曾经住过的房间，那你们2个今天晚上就住这里了。眼前的刘老头提及到他的儿子时，语气明显有些落寞。我猜测这刘老头家中儿子8成已经遇难，至于原因，在这边陲4战之地，无非就是兵灾吧。徐川，你且过来到车上拿些粮食分与这老人家。我吩咐道。徐川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明干粮都在自己的身上放着，怎么自家大人还让自己到牛车上拿粮食？难道说大人是想等我靠近了后，嘱咐我多分点黑饼给这户人家？大人真是太心善了，咱们自己本就没有多少干粮和钱财，他居然还想着贫苦户人家，这般善心简直比菩萨还要菩萨。就在徐川走上前准备听令时，只见我将手伸入铺在牛车的草板之中掏了一下，一小袋东西被掏了出来。我伸手将这袋东西交给徐川。你且把这些粮食拿给老丈，
当做他爷孙二人收留我们的谢礼。徐川很是吃惊，等他打开袋子一瞧后，更是面露惊讶之色。大米，这居然是大米，白花花的，一看就是只有豪门贵族才能吃得起的那种大米。这大米，徐川也就只有在自家大人当初武举中地的那几日才曾有幸尝过。大人，这真的要把这些米给他们吗？我淡淡地点了点头。去吧，些许大米而已，不要太在乎。徐川看了一眼手中的大米，又望了一眼大人笃定的眼神，只能迈着无可奈何的步伐，提着手中的米袋向着爷孙俩走去。老丈，这是我家大人给您收留我们二人的谢礼。徐川很是不情不愿地将手中的米袋递到了刘老头手中。收留我的这位刘老头掂量了一下手中这沉甸甸的袋子，不禁愣神了片刻。刘老头粗略地估计自己手中这袋子里恐怕有10多斤粮食，要是自己和孙儿省着顶，估计能吃1个月左右。刘老头激动地向我和徐川确认：两位军爷，这袋粮食真的是给老朽的吗？徐川阴沉着脸没有说话，而牛车上的我用着虚弱的话语回应：是啊，老丈，这袋粮食是答谢你的收留之恩呢。刘老头听到我肯定的答复后，这才激动地打开了这口袋子。正愁家中缺粮的刘老头本来已经够激动够开心了，但等他打开袋子，看到里面白花花的大米后，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半晌功夫后，这刘老头才结结巴巴地吐出几句话：这大人，这精粮真的是给小人的吗？大前国内普通老百姓的粮食多为五谷中的麦和黍，也就是常说的小麦和大豆。现在全国的小麦、大豆产量低，口感也不行，还会拉嗓子，但这丝毫不影响最底层老百姓用它们来糊口求生。眼前的刘老头虽然没见过精粮，但看着这白花花的大米，也知道这是有钱的富贵人家才能吃上的东西。这袋子里面足足有10多斤的精粮，有了这一袋粮食，刘老头就可以到附近的卫所集市里去换到40、50斤的粗粮。如此下来，自己和孙儿就能坚持到麦子收割成熟的时候。激动的刘老头突然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磕头道谢：多谢两位军爷的活命之恩，老头子我没齿难忘。刘老头一边感恩着，一边拉着懵懵懂懂的孙儿给我和徐川二人磕头。在刘老头带着娃娃跪地的那一刻，我发现原本53点的人望值跳动变成了54点。徐川，快把这老人家和小娃娃扶起来。我赶忙吩咐，一旁的徐川立马扶起眼前跪倒在尘埃中的老人家。我家大人那可是菩萨般的心肠。我打断他：徐川，不要再说了，抓紧时间把我扶进去休息。老人家，麻烦你帮我烧点水。刘老头闻言，立马就和徐川一起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我进屋，并且点头答应。大人放心，老头我将你安顿好后，就给你们2位贵人烧水。徐川将我搬进老人家中后，又返回牛车上取下了2人的行李。刚准备转身进屋时，他又觉得有些不对劲，便在牛车的草垛之中寻找了一番，发现里面确实除了草垛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徐川很确定他当初带着大人从阳江府城离开的时候，确实没有这2样东西。想破脑袋也想不通的徐川只能暗暗返回屋内继续照看自家大人。过了约莫1盏茶的时间，刘老头打来了一盆温热适宜的热水，并客气地说：两位军爷，老头我现在在煮稀饭，待会两位军爷也一起吃点吧。我淡淡地点了点头。劳烦老人家你了。刘老头连连摆手：不劳烦，不劳烦，这是小老儿应该做的。等徐川给我擦洗过身子后，刘老头又端着2大碗稀饭进来。徐川自然是要先给自家大人喂过后才能自己开吃，只是我刚喝过几口，就觉得这稀饭寡淡无味，于是又吩咐起徐川道：徐川啊，这稀饭有点淡，在牛车草垛的右下角有几包茯苓榨菜，你去拿过来给我就着稀饭吃吧。徐川闻言不由得一愣，要知道啊，刚刚徐川从牛车上拿下行李的时候，就曾翻找过一遍牛车的草铺，里面除了草之外什么也没有。现在大人又让自己去找什么茯苓榨菜，这怎么可能找得到呢？徐川随意朝着牛车草杆的右下角翻了一下，下一秒，徐川就愣在原地。草垫之下还真的有几包红色包装的茯苓榨菜。徐川不可置信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那几包红彤彤包装的茯苓榨菜依旧在板车下静静地躺着。见鬼了，真是见鬼了！徐川很确定，刚才他在翻找牛车草铺时，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东西。现在这茯苓榨菜竟然凭空的就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徐川颤抖着手拿起牛车上的茯苓榨菜，并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屋内，将手中的茯苓榨菜放在我面前，退后一步。大人，我把您说的茯苓榨菜拿来了。我撕开一包茯苓榨菜倒进稀饭中，又拿出一包留给徐川，然后将剩下的几包都递到了徐川手上。你把这榨菜送过去，给那爷孙俩送过去，让他们也尝尝。他们想来应该没有下饭的菜吧？此刻，刘老头爷孙俩正端着小碗细细品味着手中的稀饭，刘老头还在一旁不断嘱咐着孙儿：乖孙啊，你慢点喝，要细细的品味，这可是权贵富庶人家才喝得起的。徐川推开厨房的门扉，发出嘎吱一下的声音，这声音打断了爷孙俩想象皇帝的生活。刘老头见徐川进门，当即起身迎候：这位军爷，可是还有什么事要小老帮忙的？徐川摇了摇头，将手中的茯苓榨菜递给刘老头：我家大人猜想你们定然没有下饭的菜，所以叫我拿几包茯苓榨菜给你们。刘老头接过徐川手中的茯苓榨菜后，千恩万谢。等徐川走出厨房后，刘老头打量榨菜片刻，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包。刘老头用他那满是老茧的手轻轻地蘸了一点茯苓榨菜，尝尝味道。下一秒，刘老头双瞳孔急剧放大，露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这是盐，没错了，就是盐。刚刚那位军爷送来的榨菜里面放了盐，要知道这个世界依旧处于封建落后的时代，有时候一把盐甚至比一条命还要金贵。刘老头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根长长的榨菜，丢入孙儿的碗中，自己则在这包榨菜里面找了一根短短的，放入自己的碗里，最后还不忘将手指在不烫的粥碗里涮2下，
把手指上残留的盐分和油水给涮进去。看着碗中漂浮的些许油花，刘老头不由得感叹：啧，这有钱人那真是不会过日子。这菜里面居然又放油又放盐，真是奢侈。孙儿刘狗蛋望着碗中那条油亮亮的榨菜，口水直流，实在忍不住开口了：爷爷，现在可以吃了吗？老头点了点头，刚想再次嘱咐细吃一点，好好品味着榨菜的美味时，孙儿刘狗蛋一口就将那一条榨菜咬入嘴里，嘎嘣嘎嘣的响声响起。刘狗蛋只觉得自己尝上了人间美味，望着那包已经撕开了的茯苓榨菜，孙儿刘狗蛋眼巴巴的望着自己的爷爷。爷爷，这茯苓榨菜好吃，我还要。望着孙儿可怜巴巴的小眼神，刘老头无奈又从中抽出2根稍长一点的榨菜放入孙儿碗中。徐川回来后，将自己在厨房里看到刘老头爷孙二人抱着小碗喝粥的事情告知了我。我喝过几口粥后就觉得饱了，于是对徐川说：我已经吃好了，剩下的你就带我吃了吧。你若是吃不下这2大碗粥，那就分一些给那个爷孙吃吧。我其实并没有喝多少粥，自己那一碗粥也只是喝了几口，连1/4都不到。但即便是我剩下的也够徐川喝饱。等徐川再回到房里时，我已经安然入睡。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从徐川的脑海中迸发：我能凭空变出这些精良和美味的榨菜，不是神仙帮助，那就是天命所归。是啦，一定是这样的。大人，他肯定是有天命。天命是什么？那就是当天子的命。天子又是什么？那就是万人之上的皇帝。翌日清早，趴在床上的我早早的就醒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系统出品的红花油功效强劲的原因，一觉醒来后，我就觉得自己的屁股没有昨天那么疼。不过我想要自己起来依旧十分的艰难，起身发出的响声惊醒了铺着草垫睡在地上的徐川。徐川立马起身：大人，你不好好在床上趴着，起身干嘛？趴了一晚上，身子有些僵硬了，正好你也醒了，你就再给我换一次药吧。徐川闻言连忙开始给我换药。昨天我那还惨不忍睹的屁股，今天再看一下，竟然开始好转，原本青紫的伤痕变成了红肿，而黑色的血肉之上也已经开始结痂。神药啊神药！大人拿出来的这红花油当真是神药。徐川暗暗想到。徐川又小心翼翼地将药粉给我的伤口上撒了一点。给我穿好裤子后，徐川终于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大人，自从您挨了这50军棍后，身上的一切，还有咱们搬家时的东西，都是我收拾的。可我从来没见过这瓶红花油，还有昨晚您给那对爷孙俩的精粮和榨菜。昨天大人让我把那一袋精粮给那对爷孙后，我进屋之前还翻到过牛车之上，确定咱们的牛车里没有东西。我做了一个禁言的手势，示意徐川不要说话。徐川闻言立马乖乖地捂住嘴，屏气凝神地准备聆听着大人的指示。我只是微微抬起食指指了指天上。徐川见自家大人将手指指向天空，心中更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是啊，一定是这样的，大人，他一定是天命在身。现在你知道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了吧？徐川如小鸡啄米一般地点起了头。我见自己的忽悠居然成功了，便趁热打铁。徐川，你是我的心腹，将来荣华富贵可少不了你。这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能再有第3个人知晓，明白吗？我这话听到徐川耳朵中，那就和君王给属下拜将封侯的承诺无二。徐川闻言立马激动地跪地连磕了几个响头。大人，小人保证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会再有第3个人知晓了。对于徐川的表现，我很是满意。早上的时候，徐川又见证了一次神迹，他又一次从原本空荡的牛车草铺中翻出了一袋大米。徐川用这上天庇佑所赐的鲜米给自家大人做了一顿早饭，不过这次可不是稀饭，而是实打实的茯苓榨菜炒饭。吃过早饭后，我又让徐川将早上那一袋大米留给刘老头爷孙俩。刘老头再次得了一大袋米后，整个人乐得合不拢嘴。离开了刘老头的村落，我继续趴躺在牛车上，朝着自己要上任的平凉卫去。我从刘老头口中得知，以我们现在的速度，至少还要半个月才能抵达平凉卫。在前往平凉卫的路上，我看见一路的百姓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形同枯槁。看着这一幕幕山河破败的模样，我不禁发出了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大人，你快看啊，前面就是平凉卫了。赶着牛车的徐川激动指着远方一座破破烂烂的小城。我撑起身子向前仔细眺望起来。我望着眼前那破败的城墙，不由得皱紧了眉头。从远处依稀望去，还可以看到几根箭矢残留在城墙之上。平凉卫那原本应该承担着护卫百姓安全的城墙已经倒塌了半边，城门更是破破烂烂的凿出了一个大洞。要是敌人再来的话，这名存实亡的城墙根本抵挡不住任何敌人，甚至只要敌人愿意，骑兵都可以大摇大摆穿城而过，随意厮杀掠夺城中百姓。我长叹一口气，又坐回牛车之上，然后对着徐川说：走，咱们进城看看。徐川赶着牛车带着我缓缓地走进了城中。我和徐川二人一进城，就看到一群手脚残缺、面无血色的人盘踞在城门口。这群人先是用警惕的眼神望着我们，见我和徐川二人不是一股蛮夷后，眼前这群残废之人才稍稍放下戒备之心。君爷，行好，求求你给点粮食吧。一名脸上被划伤还缺了3根手指头的妇女跪倒在牛车之前。有了这个女人率先开始乞讨，其他人也纷纷走进我和徐川二人的跟前，拦住二人的去路，跪倒在地，祈求着一口吃食。徐川见前路被眼前的这些人所挡，也不好强行驾着牛车闯过去，便望向我，想要征求我的意见。大人，我注意到这些人虽然拦住了自己二人的去路，但始终和自己保持着一个相对宽松的距离，这个距离不至于让我产生反感。我刚想从草垛中掏出一些粮食布施给这些残废百姓的时候，从人群中传来了一个声音：你们这些人不要挡着人家军爷的路。说话间，人群中自动拨开一条小径，从中走出一个男子来。
人脏乱的头发遮住了整个脸庞，让我看不清他的模样。不过他左边腰间斜挎着一把有数处缺口的袖刀，十分惹人注目。恐慌？莫非你就是这些人的首领？你叫什么名字？佩刀男子自嘲一笑：我哪里是什么首领，只是这些人都怕我手中的破刀罢了。军爷，要是方便，还请施舍些粮食给我们这些残废吧。我掏出2袋大米，走到那佩刀男子身边。我看这些人虽然个个身体残缺，但是还保留着些许秩序，想来应该是你的功劳。这里有2袋粮食，你就拿去赠与他们吧。接过我递来的粮食后，周围这群人顿时一阵千恩万谢的感恩声传来。佩刀男子也掂量了一下手中这2袋粮食，本就对重量敏感的他知道这2袋粮食起码有30-40斤，足够他们这些人省吃俭用吃上2个。佩刀男子将手中2袋粮食递给第一个拦住牛车的女人：“你把这些粮食给大家伙分一下。”不过那女人刚打开粮食袋时就惊住了。宁大哥，这是精粮。你说什么？佩刀的宁姓男子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那女人直接将粮食口袋伸到宁姓男子的面前，让他仔细看着。下一秒，这佩刀男子就愣在原地。大人，这精粮真的是赏给我们的吗？我淡淡地点了点头，又大声地对周遭这群身有残缺之人说：“我乃本卫新上任的校尉谢宇，从明日起，我将组织卫所开仓放粮，救济灾民。”此话一出，周遭这群人顿时山呼海啸的高喊：“校尉大人万岁！”我挥了挥手，止住了众人的呼喊，并问那佩刀男子：“你姓宁，叫什么名字？可愿带我去卫所衙门走上一趟？”佩刀男子神色激动，连忙应道：“小人姓宁，家中排行老2，故而大家伙都叫宁小二。”我淡淡地点了点头道：“宁小二，那你在前面引路，带我们前往卫所衙门。”宁小二当即接过徐川手中的牛绳，带着我和徐川2人朝着城中的卫所衙门而去。我越往城内走，越是心惊，一路走来都是屋倒房塌，破败不堪。城内的一些百姓有手有脚，虽然不像外城的那些人身体残缺，但从他们的眼中也丝毫找不到任何对生活有所期待的光芒。或许也是看出了这一点，前方牵着牛车的宁小二向着城中这些人大喊起来：“朝廷没有不管我们，咱们新的校尉大人上任来了。校尉大人说明天开始开仓放粮，救济咱们这些灾民了。”宁小二此话一出，城内的这些百姓原本暗淡无光的眼神散发出一股灼热的光芒。宁小二和徐川在前面牵着牛，我坐在牛车之上，身后紧跟着的是侥幸在这场兵祸中存活下来的无辜百姓。一路走来，我看到的都是些破破烂烂的房屋，几乎没有一栋房屋建筑是完好无损的。走了片刻，我们来到一处已经塌了半边的建筑，从这门口掉落的一通牛皮大鼓也依稀可以看出，这就是以前的卫所衙门。宁小二率先一步跳到大鼓前面，用自己完好的手臂奋力地敲击着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大鼓被宁小二敲得隆隆作响。宁小二一边敲一边喊着：“老江头，朝廷派校尉大人来了。”不一会儿，一位身穿破旧军服的中年男子带着3个人风风火火地从衙门内走了出来。为首的那名军汉激动地跑到宁小二的面前问道：“宁小二，你说什么？朝廷又派了个新的校尉来吗？”宁小二用自己完好的手指了指坐在牛车上的我。那位大人就是咱们平凉卫新上任的校尉大人。江峰看着坐在牛车上的我，连忙跪倒在台阶下，痛哭流涕。大人呐，您总算来了，朝廷总算没有忘了咱们平凉卫的百姓。我连忙将江峰扶起身来，向他细细询问起这平凉卫的情况。这平凉卫虽说是偏远小城，在半年前原本也有800余户5000余人，可经历了半年前的兵祸后，现在整个卫所的人员恐怕连2000人都不到。就连上任校尉和文书2人也是因为性格刚烈，宁死不屈，最后被匈奴人砍下脑袋，插在长矛之上示威，最后2人的尸首还是江峰见匈奴兵撤退后才收留的。听到江峰的描述，我只觉得脖子上凉飕飕的。大人，朝廷的边军和救援的辎重不知何时能到达咱们卫所？卫所百户江峰试探着问。我冷哼一声，直接戳破了江峰他们的幻想。大半年了，朝廷之上那些尸位素餐的狗官都没有拨粮派兵过来，你们现在还在痴心妄想这些不着调的东西。我的话音不大，但是周边的老百姓都听得真真切切。一瞬间，周围原本听到宁小二说官府要放粮救济的老百姓，一个个神情黯淡，眼中的火热也被浇灭了。我看到周遭老百姓们这失望的神色，以及准备离去的身形，见时机也差不多了，便再次高声大喊：“诸位父老乡亲，如今朝廷之上狗贼掌权，圣上宠幸妖妃，受奸人蒙蔽，致使诸位父老乡亲受此灾情。好在我谢宇颇有家资，所以我决定和大家共度时间。今晚我谢宇购买的粮食就会运达咱们平凉卫，明日午时将会正式放粮救济。”在场原本准备四散离去的老百姓又再一次聚拢过来。我继续说道：“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了，救济粮也不是白吃的，不干活可不行。明日早上晨时起，咱们从南边开始修缮加固城防，不管男男女女、老弱病残，只要出力，午时都能喝上我们的粥。”对于修缮加固城墙，在场的老百姓其实都不反对，甚至打心底里是支持态度，只是所有人都对我能不能准时安排粮食持着一种怀疑态度。江百户，你去派人到卫所里统计一下，咱们卫所还有多少人口？另外，尤其是能识字、会点手艺的，都给我分点清楚。说罢，便带着徐川朝着破败的卫所衙门之中走去。江峰连忙安排了2个人手，去按照我的吩咐清点人口，自己则跟着校尉大人进了衙门中。说实话，江峰可不认为我能养活得起这平凉卫全卫所人口，即便是将所有的家财都变卖，恐怕也支撑不了几日。江百户，咱们卫所的粮仓何在啊？我直接问道。江峰先是一愣，然后急忙回复：“大人莫非是想用粮仓的粮救济灾民？咱们粮仓里的粮食早就在半年前给匈奴狗贼抢光了。”我也知道这个结果，摇了摇头。你莫非没听到本官之前说过的话？本官不是说了，
我筹措了粮食，今晚就到，需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存放粮食。江峰一听到有粮食要来，立马殷勤地带起路来。不多时，我便被带到了一处存粮之地。和江峰说的一样，这粮仓里面干净的能饿死老鼠。江百户，你去找几把锁，将这些粮仓重新锁上，钥匙到时候交给徐川就行了。晚点送粮之人自会去找徐川。我吩咐了一声。对了，以后这位徐川就是咱们卫所的文书了。跟在我身后的徐川喜笑颜开。江百户，以后咱们一起辅佐校尉大人，还请你不吝指教。江峰一看，顿时知道了徐川乃是我心腹之人，连忙客气的回应。以后也请徐文书多多关照。当江峰把锁找来后，便开始试探起徐川的口风。徐文书，校尉大人自己筹措的粮食，夜间大概何时能到啊？需不需要我等派人手帮忙搬运粮食？等徐川将这空荡荡的粮仓锁好后，开口说：“运粮之事就不用劳烦江百户了。明天午时之前，江百户你只需要派人在南城之上架几口大铁锅，锅中烧水，到时候再派几人和我来仓中运粮即可。”见徐川不愿意说出粮食夜里什么时候到达，百户头子江峰也不好意思再继续追问下去。百户江峰带着我巡视了一番这破败的平粮卫，经过一下午的勘察，已经对整个平粮卫有了初步的认识。原本我还想着来了平粮卫后，先带着这些穷苦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可是走了一圈下来，发现这平粮卫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有钱人，留在这平粮卫的都是一些没办法离去的穷苦老百姓。临近傍晚时分，百户江峰安排去统计全卫人数的手下也回到了衙门之中，来人将统计结果报告给我。这下我总算知道为什么系统会提供几万吨的大米和涪陵榨菜。现在整个平粮卫就剩下1800多人口，其中1/3的人口是老弱妇孺，1/3是缺胳膊少腿的残废，剩下1/3还能够进行劳作。铁匠、木匠、石匠之流好歹还有20多个人，至于这里面识字的那就更少了，1800多人里面只有7个能识字的。我要是没有这系统傍身，来这平粮卫当校尉，那完全就是地狱模式。开局都说21世纪最稀缺的就是人才，可是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古代封建时期，最缺的不仅仅是人才，还有人口。翌日清晨，我早早就带着徐川和卫所里的5个军汉，拿着工具就来到了南城门之下。原本我以为昨天放出话后，这平粮卫的老百姓至少都会因为自己的安危而纷纷加入这修缮加固城墙的队伍之中。可是我一到这南城门，就发现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宁小二率领的残障老兵，而来的健全之人仅只有20几人。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恼怒叫骂起来：妈的，这群刁民，修补加固城墙，这不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好吗？等来日匈奴再次犯边，难道只杀我不杀他们？百户江峰也看出了校尉大人的恼火之处，连忙劝慰：大人先请息怒，实在是因为现在农忙时节，农忙。我昨天就在周边看了一圈田地，那种的如同野草一般的小麦现在都还没抽穗，我实在想不通他们那些人还有什么可以忙的。半年前的冰灾几乎让所有百姓家中的粮食都被抢去，大半只有些许埋在地里的藏粮，还能让他们勉强挨过这段青黄不接的艰难时期。人饿久了，就根本没有丝毫的力气，压根就不想劳作。加上在这群人看来，修筑加固城墙其实就是卫所征召徭役，他们这些人没有亲眼看到校尉大人的粮食，所以这些人他们宁愿在家躺着节省些体力，也不愿赌一把来这里修缮加固城墙。想通了这一点，我不禁有些后悔自己昨天晚上就应该开始发放粮食，并且在那时大家伙都吃饱的情况下，再提及加固城防的建议，还是太年轻了，缺乏经验了，亏自己还是一个21世纪的大学生。我心中暗暗自嘲。大人，那咱们现在……江峰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清了清嗓子，对着已经来到的所有人吩咐：江百户，你且把这些人每10人分为一队，然后到徐文书那里登记人数，中午的时候按照登记人数开锅煮饭。还别说，江百户的管理能力还不错，不多时20多队人手就被分了出来。江百户还特意分出一队女人，到时候准备直播做饭。20多队人手200多人，其中健全之人不超过10%，加上这些人本就饥饿疲惫，所以第一天上午的工作效率根本没多高。快到40了，也就11点左右的时间，我给徐川使了个眼色，徐川立马就凑不前来。大人，可是有什么吩咐？我小声的给徐川说：时间差不多了，你带几个人前去粮仓拿取这200多人的粮食和榨菜，记住今日的粥煮稠一点。徐川得到自家大人的命令，当即点了2队的人，找了几个板车前去粮仓拿取粮食。临近午时，这些前来加固城防的平粮卫老百姓们都在想，今天中午到底有没有粮食吃。为了避免没有登记的闲杂人等混吃混喝，所有人按照自己原先的队伍排列好，按照自己的队伍准备开饭。江百户将我的命令直接吩咐了下来。很快，原本散乱的这些人又飞速的寻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动作快的队伍已经集结好，率先排起了队。而这些排在打饭队伍最前方的人，已经隐隐能闻到米粥的香味。不多时，这200多人的队伍已经排成了几列长队。当煮粥的锅盖被揭开后，热腾腾的蒸汽伴随着米香飘逸到，站在最前排的府兵就看到了稠乎乎的大米粥。最前排的府兵们闻着这浓郁的米香，不由得直咽唾沫。但更让他们惊喜的是，徐川又让人抬来了一个大木桶，里面装满了红亮亮带着油脂的东西。那桶中的东西看起来都让人食欲大增。我打开登记册，对着后面的众人说：都按照自己的队伍姓名来这边报名吃饭，1碗粥，1勺榨菜。宁小二他们队伍是排在最前面的一队，报号、画押、领碗打饭，动作一气呵成。有了宁小二的示范，后面其他众人也有样学样，没有丝毫滞涩。当宁小二成功打到第1碗稀饭后，他也顾不得烫，直接吸溜了一口，结果被烫得嗷嗷直叫。一口下肚，宁小二就觉得自己原本空荡荡的胃里顿时热乎乎的。突然宁小二反应过来，刚刚自己吃下的这口粥根本不像以前卫所的赈灾粮。激动的宁小二直接大喊：兄弟们，校尉大人给咱们吃的是精粮啊！精粮是什么？那可是官宦权贵才能吃得起的粮食。像宁小二他们这种小民，平时能吃上那种难以下咽的粗粮食，就已经算是得天之幸了。可现在他们只是修了半天的城墙，校尉大人竟然舍得将这珍贵的精粮做给他们吃。在宁小二看来，
眼前的校尉大人那简直比他亲生父母都还要亲。宁小二的叫声让周围一众府兵纷纷探头望向前方，不远处的原本整整齐齐的队伍瞬间就乱了些许，有些不老实的人为了早点喝上白粥，甚至趁乱向前插队。为了维持秩序，我大声喊：想喝粥的都排好队，给我画押领碗。队伍要是再乱的话，都别想吃了。众人闻言又一个个老老实实的开始排队，我还不忘怒斥刚刚引发骚乱的宁小二。宁小二，好好喝你的粥，叫唤些什么呀？好好的队伍差点给你叫乱了。还有那边上有榨菜，自己去排队。说完我还觉得不解气，朝着宁小二的屁股上踹了一脚。被踹了一脚的宁小二不但没生气，反而朝着我面露喜色。谢校尉大人指点，谢校尉大人指点。等宁小二走到大大的木桶边上时，和他一组的几个人也打着一碗白粥拥挤到了一起。宁哥，校尉大人刚刚说这里有榨菜，这榨菜是什么玩意儿啊？你们傻呀，听这名字也知道是菜，肯定是校尉大人给咱们第一天来修城墙的人的福利。快快快，都给我排好队了。后面几个人闻言立马排在了宁小二的身后。给他们这群人打榨菜的是卫所里的一个小卒，他打榨菜的时候如同食堂大妈的手一样，总抖个不停。徐川见状直接上前一把接过勺子。你这点够谁吃的？大家伙修补城墙都够辛苦了，校尉大人买来的茯苓榨菜里面能给大家伙补充盐分，你还不都给大家伙打一点？那年轻的小卒也就15、16岁的模样，一向节俭惯了的他带着哭腔说：徐文书，小人这不是怕这么多人打到后面不够吃吗？徐川却丝毫不担心，从桶中挖了一大勺倒入宁小二的碗中，并对小卒说：这儿不用你管，一切看好了，就按照我这样给他们打。有这么浓稠的精凉白粥喝，其实这群人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没想到校尉大人居然还给大家伙安排了含有油盐的榨菜。望着碗里被红彤彤油亮亮的榨菜盖住的白粥，恍惚的宁小二只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徐川将勺子交还给小卒，然后对着发愣的宁小二大喝：都还愣在这里干嘛？后面还有那么多等着打菜的呢，站一边去！宁小二不由自主地站到了一旁，愣愣地开始喝着稀饭。越来越多早上修过城墙的百姓已经打好了他们的稀饭和榨菜。不一会儿，200多号府兵连同卫所的军汉都分到了浓郁香甜的白粥榨菜。只是这些人喝着喝着，竟然不由自主地落下了眼泪，有些人甚至开始呜呜地哭泣起来了。这些人之所以哭，完全是因为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粥，吃过这么美味的榨菜，这般哭泣完全是感激涕零的哭。在一旁阴凉处喝粥的我，还以为他们没喝饱，我不耐烦地起身，饱没喝饱的自己带碗到锅里面去盛，唧唧歪歪的哭个毛线。在场的所有府兵听到我这番斥责，都愣在原地停止了哭声。张三，刚刚校尉大人是说一碗粥喝不够的，还可以继续加是吗？坐在李四边上的张三愣愣地点了点头。我好像也听到，咱们今天不会是还没睡醒，有这么美味的粥能喝上一碗都是奢求。校尉大人居然说不够还能加。李四也恍惚地说：是啊，我也感觉像是在做梦。要不你掐掐我啊，我看看疼不疼。张三白了一眼李四，老子就剩一只手，这时候得端碗装粥的饭碗，你不知道放下碗再掐我呀？张三可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白粥榨菜，便想了个法子，一脚踹在了李四的屁股之上。这一脚差点让李四摔了个狗吃屎，尽管差点摔倒，但李四还是稳稳地将碗中的稀饭给护住，没让他洒出半滴。要知道，在这个大前服徭役期间，虽然官府也会管饭，但吃的都是一些米糠、烂菜叶、观音土、沙石等东西混在一起一锅乱炖，煮出来的东西难以下咽，姑且不提，就连打饭的时候都只有半碗，想要续杯再来一碗，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有个喝完粥依旧没喝饱的府兵壮着胆子走到我面前，躬身问：大人，小的真的能继续再喝一碗吗？我淡淡地点了点头。去吧。在确认了校尉大人的话没有骗人后，那些喝完白粥的人立马又拥挤了上来，准备再盛上第二碗。看着哄抢的人群，导致了米粥溅得一地都是，我有些面色不喜。边上的百户江峰见状立马会意，于是江百户便走上前，朝着乱糟糟的人群抽了一鞭子。这群哄抢的府兵立马就分散开了。江百户的出手，险些让这些府兵们以为校尉大人要出尔反尔，不再允许他们继续添粥。江峰指着地下被哄抢掉落在地上的点点白粥：你们这些泼皮，校尉大人又不是不给你们吃，还这般乱哄哄的，再这么糟蹋粮食，通通都没得喝。有了被打之人的前车之鉴，其余那些准备续杯的府兵们立马开始自觉地排起了长队。现在这个年头，粮食多珍贵啊！可就是因为这些人乱糟糟的哄抢，导致了那口大锅边上沾满了掉落地上的米粥。有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老人家率先蹲下身子，也顾不得那些米粥沾了泥土，连泥带粥抓起放入自己的碗中。其他哄抢米粥的府兵见状也纷纷照做。没一会儿功夫，地上斑斑点点的米粥都被这群人给拾掇进自己的碗里。我这时候又站出来：你们这些人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往后，但凡是给本校尉做事的，我都不会饿着你。但是要是还像刚才一样，那以后都给老子饿着。我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想在这群人的心中种下一颗听命令的种子。这平凉卫处于大前、匈奴、契丹、羌敌4战之地的交汇处，单单只靠修建城墙防御那还不够，因此我想等城墙修补完后，再募集乡勇练兵，守卫这平凉卫。军队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遵守秩序，听从指挥。就在我畅想着自己麾下有一支听自己指挥军队时，百户江峰提溜着一个贼眉鼠眼的男人扔到了我面前。我瞥了一眼跪在地上的男子，江百户，这人又犯了何事啊？百户江峰抱拳回答：回禀大人，这是小的抓到了一个吃干饭的，跪在地上的这小子名叫阴山，是趁着大家伙添粥的时候混进人群的，还请大人进行发落。我望了一眼摔在地上的阴山，并没有急着处罚他，而是吩咐一名军汉去拿2碗粥和榨菜来。虽然手下的人很不理解，但还是照做了。应山是吧？刚刚可曾吃饱了？倒地的阴山连忙跪好求饶：大人饶命啊！小的实在是鬼迷心窍，小人已经知错，小人下午定然会卖力劳作，还请大人开恩呐！我笑呵呵地看着眼前的阴山，故意指了指刚刚端来的2碗粥。那本官的米粥好喝吗？趴跪在地上的阴山立马害怕得瑟瑟发抖，不停地朝我磕头。好好喝。阴山战战兢兢地回答道。我俯身凑过他耳边：
但是你要知道，本官的粥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喝到的。他连忙把头磕得砰砰作响。大人饶命！小人虽然游手好闲，但在这平凉卫也是个包打听，只要大人给口饭吃，不管是拉人头还是打探消息，小人这条命就是大人的。我看着眼前这个被吓破胆的泼皮，满意地点了点头。这种人虽然品行不端，但用好了就是一把好刀。起来吧。我直起身子，语气恢复了平淡。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今天起，你就编入徐文书麾下，负责去城里给本官宣传招工。要是明天我看不到新来的人手，你就不用吃饭了，直接去喂城外的野狗。是，小人这就去。阴山连滚带爬的跑了，连那2碗还没喝完的粥都顾不上端，生怕我反悔再给他一脚。处理完这个小插曲，我看着远处热火朝天的工地，心中却并不轻松。虽然靠着白粥和榨菜暂时稳住了局面，甚至收买了一波人心，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平凉卫如今就像一个漏风的筛子，城墙残破，兵甲全无，必须得尽快提升防御力量啊！我叹了口气，挥手平退了想要上来拍马屁的江百户，独自一人回到了衙门后院，躺在那张不知是哪任倒霉鬼留下的太师椅上。我闭上眼睛，意识沉入脑海。系统查看当前状态。随着我的指令，那个淡蓝色的虚拟面板再次浮现。我看了一眼右上角的人望值，经过这2天的施粥和立威，那原本只有几十点的数值已经暴涨到了1250点，这意味着我又攒够了抽奖的机会。希望能来点硬货吧，哪怕没有加特林，来几把驳壳枪防身也是好的。我搓了搓手，心中默念：系统开启抽奖。那个熟悉的大转盘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带着五彩斑斓的光芒开始缓缓转动。我打量了一下这次的抽奖奖品，里面的东西和上次一样，大部分都是一些粮食和蔬菜作物。我一直都想要的 AK47这次却没出现在转盘的奖品之中。不过这抽奖转盘里面倒是出现了一个能用得上的大杀器——水。有了它，我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坚不可摧的堡垒。系统开始抽奖。我在心中默念，大转盘飞速旋转起来，指针划过一个个诱人的奖品，最终缓缓停在了一个灰色的图标上。恭喜宿主获得物资复合硅酸盐水泥，恭喜宿主获得物资金刚工兵铲，恭喜宿主获得物资2锅头。看着这3次抽奖的结果，我不禁喜上眉梢。虽然没有抽到热武器，但这3样东西对于现在的平凉卫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水泥可以用来修筑城墙，大大加快工程进度并提升防御力；工兵铲既是干活的神器，关键时刻还能当做近战武器使用。至于2锅头，在这个苦寒之地，烈酒不仅能御寒，更是收买军心、处理伤口的绝佳物资。我立刻从躺椅上坐了起来，把正在给我扇风的徐川吓了一跳。大人，您这是……我神秘一笑，对着徐川招了招手。徐川，去把江百户叫来，我有要事吩咐。不多时，江峰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大人，您找我。我指了指身后的空地。江百户，你去带人把后面那个废弃的仓库清理出来，我有大用。江峰虽然疑惑，但还是立马照办。等仓库清理干净后，我屏退众人，只留下徐川守在门口。然后我沟通系统，将仓库里堆满了灰色的水泥袋和崭新的工兵铲。做完这一切，我才让江峰带人进来。当江峰看到满屋子堆积如山的灰色粉末和那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奇怪铁铲时，整个人都惊呆了。大人，这些是何物？江峰颤抖着声音问。我拿起一把工兵铲，随手朝着旁边的一块土砖劈去，土砖应声而碎，切口平整光滑。此乃金刚铲，削铁如泥，挖土碎石如探囊取物。我淡淡的介绍道，然后又指了指那些水泥袋。至于那个名为水泥，乃是修筑城墙的神物，只需将其与砂石、水混合，干透之后坚硬如铁，刀枪不入。江峰听得目瞪口呆，金刚他是知道的，那是只有打造宝刀宝剑才会用到的珍贵材料，现在居然被拿来做铲子。还有那个什么水泥，真的有那么神奇吗？虽然心中存疑，但出于对我这位天命校尉的盲目崇拜，江峰还是立刻安排人手开始搬运物资。当我把工兵铲发放到那些正在挖土的府兵手中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惊呼。天哪，这铲子也太锋利了吧！哇，这动土就像切豆腐一样。这可是金刚打造的啊，哪怕是以前卫所里的百户大人用的佩刀，也没这么好吧？校尉大人真是神人啊，居然给我们用这么好的东西干活。有了工兵铲的加持，挖土的效率瞬间提升了好几倍。紧接着，我又亲自指导江峰和几个泥瓦匠如何使用水泥。当第一批混合了水泥的砖墙砌好，并在第2天凝固变得坚硬无比时，整个平凉卫都沸腾了。所有的老百姓都围在那段新砌的城墙前，用手摸，用石头砸，甚至有人拿旧刀去砍，结果只在墙上留下了一道白印，而刀刃却卷了。神迹，这是神迹啊！有了这样的城墙，咱们还怕什么匈奴人？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攻不破啊！百姓们欢呼雀跃，对我的敬仰之情更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我的人望值也在这一刻再次暴涨，直接突破了2500大关，距离下一次抽奖只差一步之遥。看着热火朝天的工地，我心中充满了豪情。有了这坚固的城墙和全城归心的百姓，我终于在这个乱世中站稳了脚跟。然而，就在我沉浸在喜悦中时，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平凉卫的宁静。一名浑身是血的斥候骑着快马冲进了城门，还没等马停稳就摔了下来，嘶哑着嗓子大喊：报！匈奴骑兵来了！距离卫所不足30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恐惧、慌乱、无助，各种情绪在百姓们的眼中交织。我深吸一口气，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慌什么？我大喊一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有坚固的城墙，有锋利的工兵铲，还有本校尉在，怕个球！江百户，属下在。江峰虽然也有些腿软，但听到我的点名，还是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传我军令，所有青壮年立刻领取工兵铲，登上城墙准备御敌。
老弱妇孺负责搬运滚木雷石和烧开水，告诉大家，只要守住这一波，每人赏大米10斤，二锅头1瓶。听到有赏赐，尤其是那从未听说过的二锅头，加上我镇定自若的表现，原本慌乱的人群稍微安定一些。是，属下领命。江峰大声应道，转身去组织人手。我并没有闲着，而是立刻让徐川带着几个亲信从系统仓库里搬出了那几百箱二锅头。在这个寒冷的边塞，烈酒不仅是勇气的催化剂，更是对抗恐惧的良药。我让人打开一箱二锅头，浓烈的酒香瞬间弥漫开来。这酒香比之前的米粥还要霸道，直钻入人的鼻腔，让人精神一振。兄弟们，我举起一瓶二锅头，对着城墙上的众人大声喊道：今日匈奴来犯，欲抢我粮食，杀我百姓，你们答应吗？不答应。虽然回答有些参差不齐，但已经有了几分怒气。好，既然不答应，那就干他娘的！我猛地灌了一口烈酒，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如同一团火在胸腹间燃烧。这酒名为二锅头，乃是烈酒之王。今日每人先喝一口壮胆，杀退匈奴后，本校尉请大家喝个够。说罢，我将手中的酒瓶递给身边的宁小二。宁小二接过酒瓶，学着我的样子猛灌一口，顿时觉得浑身燥热。好酒，真是好酒啊！宁小二大吼一声，举起手中的工兵铲。杀匈奴，保卫校尉大人，保卫我们的粮食。杀匈奴，保卫校尉大人。在烈酒和求生欲的刺激下，平凉卫的守军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士气。半个时辰后，远处尘土飞扬，隆隆的马蹄声如同闷雷般滚滚而来。匈奴的先锋部队约莫500骑兵出现在了地平线上，看着那破败中带着几分新意的城墙，以及城头上那些手持奇怪铲子、眼神凶狠的守军，匈奴千夫长轻蔑地笑了。一群两脚羊也敢阻挡我大匈奴的铁骑！勇士们，冲进去，抢光他们的粮食和女人！随着千夫长的一声令下，500骑兵怪叫着挥舞弯刀，向着平凉卫发起了冲锋。放！随着我的一声令下，城头上并没有射出箭矢，而是飞出了一块块水泥砖。这些刚刚凝固还带着余温的水泥砖，在居高临下的投掷下，威力堪比炮弹。砰砰砰！冲在最前面的匈奴骑兵顿时人仰马翻，惨叫声连成一片。紧接着，当匈奴兵好不容易冲到城下，准备架梯子攻城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瓢瓢滚烫的白粥。当然，最致命的还是那些手持工兵铲的守军。当一名匈奴兵刚爬上城头，还没来得及挥刀，就被迎面而来的一铲子削掉了半个脑袋。这是什么武器？后面的匈奴兵惊恐地看着同伴倒下，那奇怪的铲子竟然直接切断了弯刀，于是不减地劈开了头盔。金刚工兵铲的威力在这一刻展露无遗，这是一场不对称的屠杀。虽然守军大多是残兵和农夫，但在坚固城墙、神兵利器和烈酒棒的加持下，他们竟然硬生生地挡住了匈奴精锐骑兵的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匈奴丢下了200多具尸体，狼狈地撤退。平凉卫守住了。当最后一波匈奴骑兵消失在地平线上时，城头上爆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校尉大人万岁！百姓们流着泪拥抱在一起，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群老弱病残竟然真的打败了凶残的匈奴。而我站在城头，看着满地的尸体和欢呼的人群，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系统查看人望值，宿主当前人望值5800。这一战不仅守住了城池，更让我的人望值直接翻倍。我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前3次抽奖分别给了我大米、榨菜、红花油，这3样东西是我在这个乱世立足的根本。第4次抽奖则让我有了自保之力，而现在人望值突破5800，意味着我可以进行第5次抽奖了。系统开启第5次抽奖，大转盘再次飞速旋转起来。这一次，转盘上的奖品更加令人眼花缭乱。除了常规的粮食、布匹之外，我甚至看到了复合弓、防刺符、抗生素等好东西。最终，指针缓缓停在了一个画着奇怪符号的格子上。恭喜宿主获得物资全地形越野摩托车，恭喜宿主获得物资高音大喇叭，恭喜宿主获得物资压缩饼干。看着这3样东西，我先是一愣，随即狂喜。虽然没有抽到热武器，但这3样东西在这个时代同样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全地形越野摩托车，这就相当于古代的神兽坐骑；高音大喇叭，这是舆论战的神器；压缩饼干，这可是军粮中的极品。好，我连说3个好字，心中的野心再次膨胀。此时，城外的战场已经打扫完毕，江峰带着一身血污，兴冲冲地跑上城楼。禀报校尉大人，此战我军大获全胜，斩杀匈奴230余人，缴获战马150匹，弯刀、弓箭若干。我军仅有10几人轻伤，无一人阵亡。说到最后，江峰的声音都有些颤抖，这简直是奇迹。以前遇到匈奴骑兵，哪怕是几千人的正规军，也往往是一触即溃，死伤惨重。而今天，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和那些奇怪的武器，他们这群老弱病残竟然打出了临阵亡的战绩。做得好！我拍了拍江峰的肩膀，传令下去，今晚全城庆功，大米管够，二锅头管够。另外，把缴获的战马分给那些立功的弟兄，咱们要组建自己的骑兵队。是，大人英明。江峰激动地吼道。当晚，平凉卫陷入了欢乐的海洋，篝火熊熊燃烧，映照着一张张洋溢着幸福和自豪的脸庞。大锅里煮着香喷喷的白米粥，旁边放着一箱箱打开的二锅头。百姓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欢声笑语响彻夜空。我坐在主位上，看着这一切，心中感慨万千。就在这时，徐川悄悄走到我身边。大人，虽然咱们打赢了这一仗，但匈奴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这次他们吃了亏，下次肯定会派更多的人来报复。咱们这点人手
徐川的话虽然有些扫兴，但却是事实。平凉卫毕竟只有1000多人口，能战之兵不过几百。如果匈奴大军压境，光靠城墙和工兵铲是守不住的。无妨，我摆了摆手。本校尉自有妙计。第二天一早，我便召集了全城的青壮年，甚至包括那些身体虽然残疾但还能骑马的老兵。我站在高台上，手中拿着那个新抽到的高音大喇叭。喂，是音。巨大的声音在教场上空炸响，把台下的众人吓得浑身一哆嗦，甚至有人直接跪在了地上，以为是雷公显灵。都给老子站起来！我对着喇叭吼道：“这是本校尉的神器，名为千里传音筒。以后本校尉的命令，全城都能听见。”众人战战兢兢地站起来，看着我的眼神更加敬畏了。果然是天命校尉，连这种神器都有。听着啊，我继续说道：“匈奴人虽然退了，但他们还会回来。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保卫我们的粮食，本校尉决定即日起成立平凉卫神机营。凡是入选神机营者，每日精米2斤，2锅头半斤，压缩饼干1块，家属优先安排工作，享受双倍口粮。”此言一出，全场沸腾。我报名，我要加入神机营，我也要报名。为了校尉大人，为了2锅头，老子这条命就是大人的了。群情激愤，报名的人挤破了头。经过一番筛选，我挑选出了300名精壮汉子，组成了第一支神机营。我给他们配备了最好的装备，每人1把金刚工兵铲，1匹缴获的战马，以及每人1块压缩饼干作为应急口粮。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用现代军事理念训练这支部队。虽然没有热武器，但我教他们列阵、挖战壕、设陷阱，以及如何利用工兵铲进行近身格斗。特别是压缩饼干的发放，更是让这群士兵把我当成了神。第一次吃到压缩饼干时，宁小二差点噎死。水灌了一大壶水后，宁小二才缓过劲来，摸着鼓胀的肚子，一脸震惊。神粮，这也是神粮啊！才这么一小块，竟然比吃了3碗饭还顶饿，而且浑身充满了力气。有了压缩饼干，我的部队就可以进行长途拉练，机动性大大增强。半个月后，事后再次来报，匈奴大军集结，约莫3000人，正浩浩荡荡向平凉卫杀来。这一次，我没有选择死守，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看着地图，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许川，把我的坐骑牵来。大人，您的马不是在马厩吗？不，我要的是我的神兽。我走到仓库，掀开一块巨大的帆布，一辆造型狂野、线条流畅的全地形越野摩托车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何物？徐川和江峰都看傻了眼，我没有解释，直接跨上摩托车，戴上头盔，拧动油门，排气管喷出一股蓝烟。神兽，这是活的神兽啊！在场的所有人都跪下了，瑟瑟发抖。神机营听令！我对着大喇叭吼道：“随本校尉出击，给匈奴人一个大大的惊喜！”我骑着摩托车一马当先，冲出了城门，身后300名神机营骑兵紧紧跟随，眼中燃烧着狂热的战意。这一次，我要让匈奴人知道什么叫做降维打击。草原上，匈奴大军正在行进，突然，前方传来一阵奇怪的轰鸣声。什么声音？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黑色的钢铁怪物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冲破了他们的先锋阵型。那是骑着摩托车的我，我一手握着车把，一手拿着工兵铲，在匈奴阵中横冲直撞。匈奴战马受惊，四散奔逃，匈奴兵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以为遇到了传说中的魔鬼。杀！紧随其后的神机营骑兵趁势掩杀，虽然人数处于劣势，但此时匈奴军心已乱，加上对我胯下神兽的恐惧，竟然被300人追着3000人打。这一战，我不仅击溃了匈奴大军，更是斩杀了匈奴首领，一战成名。此战大捷的消息迅速传开，周边郡县饱受匈奴侵扰的流民乡勇纷纷来投。短短半月间，自愿归附的青壮竟有数万之多。深夜，平凉县衙的密室里灯火通明，我的3大心腹正围坐在一起，气氛严肃而狂热。坐在左手的是徐川，如今他已不是那个只会扇扇子的文书，而是统管10万民政的首席军师。坐在右手的是江峰，昔日的捕头，如今已是统领3万精锐的大将军。而蹲在椅子上，手里还抓着一根火腿肠，啃得满嘴流油的，正是那个泼皮出身的情报头子阴山。不能再等了。阴山咽下最后一口火腿肠，抹了抹嘴。如今京城那个昏君听信奸臣宁安的谗言，加税家的老百姓都要卖儿卖女了。咱们平凉县虽然是世外桃源，但那昏君已经下了3道圣旨，要主公把粮食和水泥配方交出去，还要主公进京受审。进京受审，那是去送死。江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乱跳。老子手里的工兵铲，第一个不答应。咱们这10万兄弟，谁不是主公一口粥、一口面喂出来的？那昏君算个球！主公仁厚，只想着守着这1亩3分地过安稳日子，不愿起兵戈。但他不想当，这天下大事也逼得他不得不当。军师，你就说咋办吧。阴山眼珠子一转，要不咱们来个……徐川微微一笑，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那是一件从系统仓库里拿出来的黄色防御施工大衣。主公今晚在后院喝2锅头喝多了。徐川意味深长地说道：“天雨不取，反受其咎。今晚咱们就帮主公体面体面。”3人对视一眼，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我今晚确实喝多了，系统新抽到的52度2锅头，劲儿太大。我一边喝一边感叹，这乱世虽然苦，但好歹自己在这平凉县当个土皇帝也挺舒服。当皇帝？傻子才当皇帝。我嘟囔着，翻了个身，沉沉睡去。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还要防着被刺杀，哪有我现在爽？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蚕宝宝，被人用一层又一层的丝绸包裹起来，暖和是暖和，就是有点透不过气。次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脸上，我迷迷糊糊的醒来，
觉得头痛欲裂，而且身上沉甸甸的，像是压了一座山。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床头的水杯，却摸到了一件滑溜溜、质感奇怪的衣服。我低头一看，顿时吓得酒醒了一半，自己身上竟然披着一件明黄色的雨衣。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这到底是什么新型的时装秀，房门突然被轰的一声推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我惊恐地抬头望去，只见院子里、墙头上，甚至远处的屋顶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徐川、江峰、阴山跪在最前面，身后是黑压压的士兵和百姓。所有人都用一种狂热、崇拜，甚至带着点你不同意我们就哭给你看的眼神死死盯着我。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慌忙想要脱下身上的黄色雨衣。这不是雨衣吗？谁给我披上的？应山，是不是你小子？快拿走，这可是造反啊！陛下，徐川痛心疾首地大喊道，眼泪说来就来。如今奸臣当道，社稷累卵，天下苍生苦不堪言。陛下身负天命，有神州护体，这天赐神衣昨夜伴随金光降临在陛下身上，乃是上天要陛下登基啊！神他妈伴随金光，这明明是仓库里压箱底的劳保用品。陛下，江峰也跟着吼道，脖子上青筋暴起。俺们只认陛下，那京城的皇帝老儿不给俺们饭吃，只有陛下给。要是陛下不当这个皇帝，那就是寒了这10万将士的心，俺们这就撞死在这柱子上。说着，江峰做事就要往旁边的柱子上撞，动作那叫一个坚决。虽然我明显看到他挑了一根包了软垫的柱子。别！我吓得连忙从床上跳下来，想要去拉他，结果被那长款雨衣般的一浇，直接摔了个五体投地。这一摔，下面的百姓更激动了。陛下这是在向天地行礼啊！陛下答应了，陛下答应了。吾皇万岁！大周王朝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整个平凉县陷入了狂欢，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响了起来。我趴在地上，看着这群刁民和逆臣，心中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这哪里是拥立，这分明是道德绑架。但这架势，如果自己今天不答应，估计这群人真的能把这总督府给拆了。罢了。我长叹一口气，在徐川的搀扶下无奈地站了起来，紧了紧身上那件印着安全施工的黄袍。既然大家如此抬爱，那这皇帝我就勉为其难当一当吧。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这个皇帝只管饭不管事儿。吾皇圣明。徐川大喜，立刻掏出一卷早就写好的圣旨递给我。我无奈地接过，展开一看，上面全是知乎者也的废话。我大手一挥，扔到一边，清了清嗓子，对着下面数万人喊道：传朕的第一道圣旨。全场寂静，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等待着这位新皇的宏图大略。我深吸一口气，气沉丹田。即日起，全国百姓白粥管饱，榨菜随便吃，每逢初一、15加餐红烧牛肉面。短暂的沉默后，爆发出了比刚才还要猛烈10倍的欢呼声。在老百姓朴素的价值观里，什么大赦天下，什么减免赋税，都不如这一句管饱来的实在。消息传得飞快，周帝登基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京城。金銮殿上，老皇帝气得摔碎了最心爱的玉如意。反了！一个小小的校尉，竟然敢称帝，还自称什么周帝，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是宁安阴恻恻地站了出来。陛下息怒，这些语不过是仗着有些妖法，蛊惑人心罢了。老臣已重金聘请了江湖上排名第1的刺客鬼影，此人杀人于无形，从未失手。只要杀了这谢宇，那些乌合之众自然不攻自破。只要能杀了此贼，朕封他为万侯。7天后的一个深夜，月黑风高，杀人夜，一道黑影如同鬼魅般潜入了平凉总督府的后厨。此人正是天下第一刺客鬼影，他轻功卓绝，甚至能屏住呼吸半个时辰。他绕过了巡逻的水泥队，避开了暗哨，直奔我的寝宫。然而，当他路过厨房时，脚步突然顿住了，一股奇异的、霸道的、直钻灵魂的香味从厨房的窗户缝里飘了出来。这可不是之前系统提供的那种普通红烧牛肉面，而是特供的至尊加量版。作为一名顶尖刺客，鬼影为了保持感官敏锐，已经辟谷3天了。此刻，这股混合着牛肉的醇厚以及面饼油炸后的焦香，死死抓住了他的胃。鬼影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我就看一眼是什么毒药。鬼影在心里对自己说，他悄悄推开窗户，翻了进去。只见灶台上一口大锅正在咕嘟咕嘟冒泡，里面翻滚着金黄色的面条，几根红润的火腿肠在汤汁中起舞，一颗卤蛋在沉浮，旁边还放着一碗刚煮好的，正冒着热气。鬼影的手颤抖了，他这辈子杀过很多人，吃过很多苦，但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东西。这昏君竟然吃得如此奢侈。鬼影咽了口唾沫。反正他都要死了，这碗面不吃也是浪费。他端起碗，先是试探性的喝了一口汤，鲜美，那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味觉风暴。紧接着，他夹起一筷子面条，吸溜一声吸入嘴里，劲道滑爽。再咬一口火腿肠，那是肉啊，纯正的肉香。吸溜吸溜吸溜，厨房里响起了疯狂的吃面声。鬼影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任务，忘记了自己是天下第一刺客。此刻他只是一个饿了3天的干饭人。当我半夜饿醒，穿着睡衣来到厨房找吃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一个黑衣蒙面人正端着我的夜宵，连汤带面吃得干干净净，甚至还在伸出舌头舔碗底。四目相对，空气突然安静，鬼影僵住了，手里还捧着那个被舔得锃光瓦亮的碗。我眨了眨眼，看着他那一身夜行衣，试探着问道：那个还要吗？鬼影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要，能加个蛋吗？半个时辰后，总督府的大厅里，天下第一刺客鬼影跪在我的面前，手里捧着第2碗刚泡好的面，痛哭流涕。陛下，小人有眼无珠，竟然想行刺陛下，这等神仙美食，那京城的昏君连给陛下提鞋都不配。小人愿降，只要陛下顿顿给小人吃这红烧牛肉面，小人这条命就是陛下的。
谁敢动陛下一根汗毛，我鬼影灭他九族。看着这个被一碗泡面就策反的顶级刺客，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在这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对于从没吃过味精和工业调料的古人来说，方便面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刺杀风波成了一个笑话，但也让我意识到，偏安一隅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只要那个昏君还在，只要宁安还在，这天下的百姓就还得受苦，我也别想过安稳日子。次日清晨，点将台，我身穿那件黄色的安全施工雨衣，站在高台上，台下是10万整装待发的大周军。兄弟们，我拿着一个铁皮卷成的喇叭，大声喊：京城的皇帝老儿不让我们吃面，还要把我们的锅砸，你们答应吗？不答应。好，我大手一挥，指向南方。那就跟朕走，目标京城。朕要让这天下的百姓都能喝上白粥，都能吃上榨菜，都能尝尝这红烧牛肉面的滋味。出发！这大概是史书上最诡异的一支军队，没有旌旗蔽日，没有杀气腾腾。走在最前面的不是重甲骑兵，而是一排排冒着热气的移动餐车。这是工匠营用系统出品的金刚板车改装的战地炊事车。哦，启禀陛下。事后，鹰山骑着快马从前方飞奔而回，脸上带着一种既兴奋又无奈的表情。前方50里外的虎牢关守将听说咱们来了，已经把关门拆了。坐在特制加宽版龙辇上的我，手里正端着一瓶冰镇二锅头，闻言懒洋洋的抬起眼皮。拆了？是要背水一战？不是。鹰山擦了擦嘴角的口水。他们把门拆了当柴火烧，说是为了迎接咱们，怕咱们到了没柴火煮粥。那守将带着3万守军正拿着碗在路边排队呢，说是为了响应陛下全国喝粥的圣旨，已经饿了2顿肚子，就等这口热乎的了。我沉默了，一旁的军师徐川摇着羽扇，一脸我就知道的表情。陛下天威浩荡，神州一出，谁与争锋？这哪里是打仗，分明就是送饭下乡啊！确实，这一路走来，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像样的战斗。所谓的大军开拔，实际上演变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武装游行自助餐。沿途的百姓听闻周帝来了，那是拖家带口，扶老携幼的夹道欢迎。他们不求别的，就为了能混进队伍里，蹭上一碗那传说中能让人想喊娘的白粥和榨菜。甚至有临近州府的县令，为了能早点投降，连夜带着百姓修路，生怕我的大军因为路不好走而绕道。陛下，前面百姓太多了，队伍又走不动了。大将军宁小二骑着马过来汇报，他那只金刚一直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如今这只手不拿刀，专门负责给百姓打饭，被民间尊称为铁手饭神。那就埋锅造饭。谢鱼大手一挥，记住了，不管是不是咱们治下的百姓，只要拿着碗来的，都给满上。咱们是去京城接收地盘的，不是去杀人的。把民心吃撑了，这天下自然就是咱们的。于是浩浩荡荡的北伐大军，硬是把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打成了一路向北的流水席。半个月后，巍峨的京城城墙终于出现在了地平线上。作为大前的都城，这里本该是防御最森严的地方，高达10丈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还有传说中拱卫京师的20万禁军。然而，当我的大军抵达城下时，看到的却是一幅令人啼笑皆非的画面。城墙上确实站满了禁军，一个个披坚执锐，看起来威风凛凛，但仔细一看，这些士兵一个个面黄肌瘦，眼神飘忽，鼻子还不停地耸动着。陛下，咱们攻城吗？宁小二跃跃欲试，摸出了他那把加强版工兵铲。攻什么城？费那劲干嘛？我嗤之以鼻。传令下去，把咱们的攻城利器推上来。随着一声令下，数百辆特制的板车被推到了护城河边。城墙上的禁军统领紧张地握紧了刀柄。注意，敌军要使用投石车了，盾牌手准备。然而下一秒，他们就傻眼了。那些板车上并没有巨石，而是架起了一口口直径2米的大铁锅。紧接着，无数工兵开始往锅里倒水、下米、切肉、撒葱花。这时，禁军统领愣住了。点火，开风扇。徐川一声令下，大锅下燃起了熊熊烈火，而锅的后方，数十台由壮汉手摇的巨型风扇开始呼呼转动。不一会儿，一股霸道至极的香味冲天而起。那不是普通的白粥，那是我为了攻克京城，特意花费巨资从系统兑换的皮蛋瘦肉粥。浓郁的肉香混合着皮蛋独特的醇厚，再加上优质大米的清香，在巨型风扇的加持下，化作一条条无形的锁链，直接勾住了城头守军的魂魄。城墙上，不知道是谁先咽了一口唾沫，这声音在寂静的对峙中显得格外响亮。紧接着，便是此起彼伏的肚子叫声。太香了，这也太香了！一名小兵手中的长矛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我妈做的饭都没这么香。那是肉啊，我看见了，那是真的肉啊！禁军统领试图维持秩序，都给我站好！那是敌人的奸计，那是。他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看见城下的我正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粥，对着城墙大喊：上面的兄弟们，宁安那个老王八蛋克扣你们军饷，让你们吃糠咽菜，替他卖命值得吗？朕这里皮蛋瘦肉粥管饱，火腿肠一人2根，开门投降，马上开饭。2根火腿肠，这个诱惑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厚重的京城大门在没有任何撞击的情况下缓缓打开了，不是被攻破的，而是守门的士兵自己打开的。迎州地吃饱饭，迎州地吃饱饭！震天的欢呼声中，20万禁军直接扔掉了兵器，拿着饭碗涌出城门，加入了这场盛大的干饭狂欢。我骑着马，在一片万岁声中
兵不血刃地踏入了京城。虽然20万禁军已经因为2根火腿肠倒戈，我的大军顺利接管了京城9门，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按照以往改朝换代的惯例，大军进城往往伴随着3日的劫掠，名为安抚军心，实则是一场针对百姓的浩劫。京城的百姓们虽然听说过周帝的仁义之名，但骨子里对兵灾的恐惧依然让他们紧闭门窗，瑟瑟发抖。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风卷起几片枯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透过缝隙，无数双惊恐的眼睛正偷偷打量着这支传说中的大周军。然而他们看到的景象却完全颠覆了认知。这支军队进城后，没有踹门抢劫，没有调戏妇女，甚至连大声喧哗都没有。他们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在各大十字路口、菜市口、庙前广场支起了一口口大铁锅。徐川，这京城人多，锅不够用了怎么办？负责后勤的阴山愁眉苦脸的跑来汇报。徐川大手一挥，指着旁边一家大门紧闭的铁匠铺：“去敲门见，告诉老板，咱们按市价3倍付租金，用完洗干净还给他。要是敢强抢，军法从事。”于是京城百姓便看到了这辈子最离谱的一幕：那些凶神恶煞的士兵，竟然客客气气地敲开铁匠铺、酒楼的门，不是为了抢钱，而是为了借锅、借碗、借柴火。老乡，开门啊！我们是大周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借口锅煮粥。大娘，别怕，我们不吃人，我们只吃面。您家有开水吗？借点泡面。随着一口口大锅架起，熟悉的米香和红烧牛肉面的大道香气开始在京城的大街小巷弥漫。我此时并没有急着去皇宫，而是换了一身便服，带着宁小二在城里溜达。走到东市口时，我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正躲在墙角，眼巴巴地看着不远处正在施粥的士兵。那士兵正拿着勺子吆喝：“排队，都排队！周帝有令，京城百姓无论贫富贵贱，今日一律管饱，拿着碗来。”小乞丐咽了口唾沫，但他不敢动。在他的记忆里，当兵的都是阎王，靠近了是要挨鞭子的。我走了过去，蹲下身子，从怀里掏出一根火腿肠，剥开皮，递给小乞丐：“吃吧。”小乞丐警惕地看着我，又看了看那根粉红色的肉肠，最终还是没忍住诱惑，一把抢过，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慢点吃，没人和你抢。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背，又递过去一瓶矿泉水。这时，旁边的一户人家的大门悄悄打开了一条缝，一个胆大的汉子探出头来，手里拿着个缺了口的破碗。这位军爷，真的给粥喝。我站起身，指了指那边的粥棚。去吧，不仅有粥，还有榨菜。去晚了，可就要等下一锅了。汉子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饥饿战胜了恐惧。他小心翼翼地走到粥棚前，那打饭的士兵二话不说，满满一大勺白粥扣进他碗里，又加了一筷子油亮的榨菜。吃吧，老乡，不够再来。士兵咧嘴一笑，露出2排大白牙。汉子颤抖着手喝了一口，那一刻，他眼泪唰的就流了下来。他转过身，对着自家大门喊道：“孩儿他娘，快出来！是真的给饭吃啊！这大人是活菩萨啊！”这一声喊，仿佛打开了某种开关，整条街的大门一扇接一扇的打开了，无数百姓拿着碗、盆蜂拥而出。原本死寂的街道瞬间变得人声鼎沸，充满了烟火气。周帝万岁！周帝万岁！欢呼声此起彼伏，从东市传到西市，从外城传到内城。我站在人群中，看着这人间烟火气，转头对宁小二说：“听到了吗？这就是民心，比那皇宫里的龙椅坐着踏实多了。”陛下，俺不懂啥叫民心，俺只知道，只要大家都能吃上这口热乎饭，这天下就乱不了。走吧。我整理了一下衣襟，目光投向了远处那座皇宫。百姓的肚子填饱了，现在该去会会那个让我们饿肚子的人了。皇宫，金銮殿，昔日威严的大殿如今显得格外冷清。太监宫女们听说周帝进城了，早就卷着细软跑路去排队领粥了。只有皇帝还端坐在龙椅上，身旁站着那个把持朝政多年的博士宁安。宁安此刻也是双腿发抖。陛下放心，鬼影虽然失守了，但宫中还有3000御林军，乃是死士，定能保陛下周全。话音未落，殿门被一脚踹开，我带着徐川、宁小二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身后并没有什么激烈的打斗声，只有一阵阵吸溜面条的声音。显然，那所谓的3000御林军死士已经被系统出品的红烧牛肉面给策反了。大胆谢语，见到当今天子还不下跪？我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对身后的宁小二使了个眼色。宁小二狞笑一声，大步上前，金刚一只一挥，把宁安拎了起来，随手往殿外一扔。滚一边去，没你说话的份儿。国师宁安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此时，大殿内只剩下谢瑜和老皇帝2人。老皇帝虽然年迈，但毕竟当了几十年天子，气度还是有的。他死死盯着我，浑浊的眼中满是不甘和愤怒。谢瑜，朕听说过你。老皇帝声音沙哑，一个小小的校尉，靠着妖法蛊惑人心。你告诉朕，朕乃真龙天子，寿命1天，你一介草民，何德何能，敢窃取神器？我懒得废话，跟这种活在云端的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何德何能？谢瑜笑了笑，没有回答。他只是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精致的保温饭盒。谢瑜走上台阶，来到龙椅前，当着老皇帝的面，缓缓打开了饭盒的盖子。一股难以形容的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金銮殿。这不再是大锅饭级别的皮蛋瘦肉粥，而是系统特供的至尊极品海鲜干贝皮蛋瘦肉粥。
你想干什么？老皇帝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但那股香气却像有生命一样，直钻他的天灵盖。作为皇帝，他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熊掌、燕窝、龙肝凤髓。但此时此刻，在这股最为朴实、最为纯粹的粮食香气面前，那些所谓的御膳简直如同嚼蜡。陛下，您饿吗？我淡淡的说。老皇帝想说放肆，但他的肚子却极其不争气地发出了一声巨响。这兵荒马乱的御膳房早就没人做饭了，他已经饿了一整天。谢瑜将勺子递到老皇帝面前。尝尝。老皇帝颤抖着手接过了勺子，他告诉自己这是毒药，这是敌人的羞辱，但身体却极其诚实地咬了一勺，送入嘴中，入口即化，米粒熬煮到了极致，与高汤完美融合，皮蛋的 Q 弹，瘦肉的鲜嫩，干贝的鲜甜，在口腔中爆发出一场味觉的交响乐。老皇帝愣住了，两行浊泪顺着他苍老的脸庞流了下来。这是何物？老皇帝哽咽着问。朕富有四海，为何从未吃过如此美味？这叫粥。我平静地说，是天下百姓梦寐以求却求之不得的东西。你当皇帝几十年，修了那么多宫殿，选了那么多妃子，可曾让百姓喝上过一口这样的粥？老皇帝手中的勺子掉落在地。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老皇帝长叹一声，整个人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朕输了，输得不冤。他颤巍巍地站起身，摘下了头上的皇冠，放在了那碗粥的旁边。这天下是你的了，朕只求一事。我挑眉说，以后能不能每天给朕送一碗这粥？老皇帝眼巴巴地看着谢瑜，眼神中再无帝王的威严，只有一个吃货的渴望。我笑了。管饱。大前灭亡，新朝建立，登基大典那天，天气晴朗，谢瑜站在高高的祭坛上，身穿那件被徐川硬改了一下的黄色雨衣，面对着广场上密密麻麻的文武百官和数十万百姓。徐川扯着嗓子宣读圣旨：姬新皇登基，改国号为周。台下一片寂静，随后爆发出一阵诡异的欢呼。虽然大家都觉得这个国号有点那个什么大周王朝，听起来就像是专门开饭馆的，但考虑到这位皇帝的起家史，这个国号简直太贴切不过了。紧接着是纷纷功臣，封宁小二为护国大将军赏，红烧牛肉面1000箱，火腿肠5000根。谢主隆恩，俺这辈子就指着这面活了。宁小二激动得热泪盈眶。封徐川为当朝宰相赏，老坛酸菜面800箱，卤蛋3000颗。臣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徐川捧着那一箱箱方便面，仿佛捧着传国玉玺。封应山为锦衣卫指挥使赏，香辣牛肉面500箱，卫龙辣条1000包。陛下万岁！辣条万岁！整个封赏仪式就像是一场大型超市促销活动。在这个时代，黄金有价，泡面无价。仪式结束后，我独自一人登上了皇宫最高的摘星楼。此时已是黄昏，夕阳洒在京城的每一个角落。我俯瞰着脚下的这座城市，街道上不再有乞丐和恶仆，家家户户都升起了炊烟。那是我派发的救济粮正在被烹饪，空气中弥漫着那股熟悉的、令人安心的米粥香味。无数百姓端着碗蹲在门口，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那是吃饱饭后的满足，是活下去的希望。我看着这一幕，内心却出奇的平静，没有那种君临天下的狂喜，也没有什么唯我独尊的霸气。我只是觉得有点累，又有点空虚。这就是当皇帝的感觉吗？好像也就那样吧。时光荏苒，转眼便是20年。这20年里，大周王朝在我的治理下，以及系统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持下，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平凉卫的水泥技术被推广到了全国，一条条宽阔的水泥路连接了东西南北，被百姓称为神道。系统抽奖抽到的高产作物土豆、玉米、红薯，在徐川的推广下，种遍了大江南北。曾经困扰这个民族数千年的饥饿问题，彻底成为了历史。什么？哪里还有人饿死？如今的酒馆里，若有人提起这事，定会被人笑话。你是从哪个山沟沟里出来的？现在咱们大周国，连乞丐碗里装的都是红烧牛肉面。而那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匈奴，在见识了大周神机营的威力，以及被二锅头和火腿肠彻底腐蚀了斗志后，早就成了大周王朝最忠实的牧民，专门负责给谢瑜养牛羊。深秋，皇宫御花园，我已经不再年轻，两鬓有了白发。我遣散了所有的侍从，独自一人坐在凉亭里，桌上放着的依然是一碗普普通通的白粥和一碟茯苓榨菜。这是我20年来雷打不动的晚餐。即使系统后来给我提供了满汉全席，提供了各种现代美食，但他最喜欢的依然是这最初的味道。因为这碗粥提醒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系统，我在心中默念。宿主，我在。那个冰冷的机械音响起，似乎也多了一丝沧桑。任务完成了吗？检测到宿主已打造出大周盛世，饥饿已从这片土地上消失，民心归附度100%，人望值无法计量。主线任务乱世求生已完美通关，成就达成，千古一帝，万民之父，文明灯塔。我笑了笑，端起粥喝了一口。那我是不是该走了？系统沉默了许久。宿主，你可以选择离开，回到你原本的世界，也可以选择留下，直到寿终正寝。我放下碗，目光穿过御花园的围墙，看向了远方灯火通明的京城。那里万家灯火，欢声笑语。我想起了20年前那个屁股开花趴在牛车上的落魄校尉，想起了第一次给刘老头送米时的辛酸，想起了宁小二第一次喝粥时的眼泪。
想起了老皇帝吃皮蛋瘦肉粥时的悔恨。我想起了那个现代世界，那个虽然物质丰富，但我却只是个普通社畜的世界。而在这里，我是这万家灯火的守护者。回去干什么呢？我摇了摇头。回去继续当那个为了房贷车贷发愁的谢宇吗？我站起身，走到凉亭边，看着天上的明月。不回去了，这里有我的臣子，有我的百姓，还有这碗还没喝完的粥。系统似乎松了一口气。宿主选择留下，系统将进入休眠模式，仅保留基础物资兑换功能，陪伴宿主直到生命尽头。谢谢，我轻声说。这时，徐川苍老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陛下，夜深了，该歇息了。”我转过身，看着这个陪伴了自己半辈子的老伙计，笑了笑。老杨啊，你来的正好，朕这儿还有半瓶二锅头，陪朕喝2杯。徐川一愣，随即露出了那标志性的笑容。遵旨，老臣这就去拿2个火腿肠来。月光下，君臣2人对饮，没有了系统的提示音，没有了任务的紧迫感，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和那2句随着酒香飘散的闲聊。老杨，你说咱们这辈子值吗？陛下，值了，太值了！能让这天下人吃饱饭，咱们就是死了也能挺直了腰杆去见阎王爷。说得好，来，干了这一杯。史书记载，大周太祖谢禹起于微末，以周济世，平定四海，开创大周盛世。第一生节俭，唯爱白粥榨菜，史称周帝。其在位40年，海内升平，万国来朝，百姓不知饥馑。